那个东西不先撇了9万吗？哎，啥车？要不然直接开前面，我要取个快递。可以快递站啊，你直接前面拿吧。那个小区。可以。再往前是吧？再往前。刚好下雨了。啊，差不多在这里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佳。又下起了雨，然后小曼一会儿在家做菠菜面，我一会儿回家吃。这2天也是发生了一件很郁闷的事情，我们买的车位就是当时在恒大买的车位，现在是没法办证。这2天群里面也好多人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，就是讨论的小区群里面讨论的也比较激烈一点，一会儿回家详细说一说。没事。这个路口我下车吧。咋了？是我后面过来接我。好，行，那给你放到前面。行行。好。那个还只能就按原订单结算，没办法。走了不到一半路程，小一半路程，都要下车了。好了，现在回家吃个饭。就是我停的这个车位，我在恒大买的，付了款，结果有可能不是我的。我们这个小区也是恒大的，所以可以说是恒大的风波是终于波及到我们这个小区了。因为恒大事件差不多在前年发生的，我想着这个成熟的小区应该没啥影响，结果呢，陆陆续续先是会所，恒大不再自己经营，转让出去，然后就是我的车位的问题。哎，叫你抓着等会儿。菠菜面啊！哎呀，妹子哈，门开了一条。哎呀，好没好。饭还没有好，下去先理个发。好了，菠菜面。哎，瞅我咋的嘛？瞅呀。我一块儿，我那搁里面不就是一块儿打官司吗？一块儿告了。我也不知道群里面这样说的。打官司，好惨好深。反正现在也不知道咋解决。菠菜面好久没吃了。大家在家里可以尝试一下，菠菜面很好做，只要用绿色的菜就行，不一定用菠菜，韭菜也可以。够不够这些？刚好。加入蒜苗，西红柿酱。这个少来一点。香不香？好嘞。哎呀，太多了。这个是我的，你调盐？搅拌一下。你调盐了吗？调盐我肯定调了呀。美不美？腊八蒜。那天群里那个人让你加他微信，你加了没？哪个？哦，对，加了。是加了啊。
他跟我的遇到的情况一样，说一下这个来龙去脉，因为我们当时买这个房的时候，然后顺便在那底下买了一个车位，这个车位呢刚好是就恒大给施工方好像抵押的一个车位，就是价格不能比较便宜一点，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车位，买了一个。一共给他那个个人抵押了30多个车位。对对对，然后他当时那个工程老板可能处理呢，处理呢，但是这个也属于正规车位。我买了之后，然后在恒大那边还登记了什么资料，说是可以过户到我的名下，到时候给我什么还是有正规的那个什么车位证的，就去了恒大的那个办公室，正常登记啊什么的，交钱呀，交钱当然是给那个人交了，结果当年不是恒大出现那个什么经济危机嘛，危机，然后那个给他们的员工就发不起工资了，所以我这个事儿就在过户当中就搁浅了。我有点搞不清楚，那你直接跟那个人去房管局把户一过就完了呀？没有，那个车位等于说是还没在房管局登记呢，只是恒大把车位登记就是抵押给他了，还没有说是正儿八经的在房管局填写那个什么证件，所以我这相当于是一手的。当然就是为了图便宜，当然他那个如果在开发商那买车位的话，就14、15万了。在他个人那儿买是9万，9万块钱，所以说现在很麻烦。包括恒大之前，像咱小区的那个会所，也是好多员工发不起工资，最后都离职了嘛，最后把会所就私人转让出去，转让给那个第三方经营了。这个不是，就是说咱车位的事。我就说，这车位其实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恒大当时那个风波，他要正常给人家员工都能发起工资的话，咱这户都正常过，没啥问题。不是，那现在让别的员工接手吧，就适应一半就完了。我也是这样想的呀，但是他们说是连恒大的那个工作人员都找不到，要去南郊哪个恒大的那个盘去找那些人，又说自己管不了这事儿。现在就反正等于烂到这儿，没人管了。但我们的钱是交给那个个人的，没有交给人家恒大。交给个人，但是当时是在恒大的办公室。恒大是第三方嘛，对，中介就跟中介一样的。三方在一起，我才给那个人转账的。然后恒大也给我开了几个什么条子。你如果一直过不上户，这个车位你自己掏钱买的，又是别人的。对啊，我们自己。还不如租一个车位。但是这个车位目前还是正常能用，也不影响。就是不是自己的用着，心虚的很啊。对。现在大概情况是这样的，就是原山施工方那个不是把这个名字上报给房管局了，等于说所有的车位现在就在这一个施工方的名下，所以目前就是买了这些车位的人没法过户的，就只能找这个施工方在房管局相当于买二手房一样，交什么个税啊什么之后才能过户。本来想着恒大当年那个事件，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已经是成熟小区，已经交过房了，这个事件肯定影响不到我们。结果陆陆续续还真影响到了。一是这个会所这个问题嘛，不是会所好多人发不起工资，然后把会所转让第三方经营。然后就是这个车位的问题，中途也是给这恒大的员工发不起工资。他撂挑子直接走人了，然后也没有完成过户，就这样子。就怕，所以说现在就怕这后期这个物业，恒大这个物业，万一再换了就麻烦，因为这个物业还相对来说还可以，还不错，负责任的，但就怕经营不善的话，物业再换了那就物业再卖出去，恒大再把物业再卖出去就对，都非要卖这个车位。碰那几万块钱，几万块钱还不香吗？
便宜吗？那个买什么都感觉这有风险了，低价车位最好不要碰。哎，人家好多人都过户，只是咱真的碰碰到。你说有早期买这个低价车位的人都过户完了，成功过户对完比咱早上1、2个月的人早都过户户完了。成功了。就是跟你说，咱就掐到那个节骨眼上。咱就掐在恒大出危机的时候，哦小区那个朋友加我微信，说是一块儿去另外一个恒大楼盘去问一下看啥情况。我就说等恒大就是转过那个啥度过这一段危机之后，正常经营之后，有可能才给你办。你现在办，他们都没人管。烦死了，刚好就到咱这儿了。嗯，这早1、2个月就没事。不过也没什么大的问题，我觉得。咋没啥大问题？9万块钱呢，开玩笑。你咱老总们乐观的是，万一以后再解决不了，哎呀，绝对能解决，我没事。你现在不是照样停着啥的？证明人不是咱的，哎呀，没事儿。不是我们的名字，连房本都没有，产权没有，目前。连那个车位证都没有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这都是小问题。你看你，也还是要乐观，肯定会能解决后期。又不是我们一个人，我比较也好多人呢。麻烦，这么多人成天跑来跑去，找来找去，那不等于被人骗了9万吗？也不至于骗。我想的是后面肯定有办法解决的，只不过目前就是形势来说，没人管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下期见，拜拜。